300年前，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康熙皇帝正在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并开始对遥远的西方产生了兴趣。此时的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后世称之为工业革命。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了英国人普遍的认识水准。在各种合力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引领着世界的发展。那么，工业的先声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对于这个岛国来说，高速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是英国西北部的一座滨海小城，它的名字叫格里诺克。1736年，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先生就出生在这里。今天，这座城市美丽而安宁，港湾中停泊着许多漂亮的游艇，街道上汽车稀少，人们生活闲适平静。不过，大约30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靠近欧洲烟草中心的格拉斯哥市，格里诺克的出海口位置显得非常重要。港口中大型帆船你来我往，城市里载货马车喧嚣奔腾，酒馆里商人们吞云吐雾，高谈阔论。瓦特的祖父和父亲就是这些商人中比较成功的2位，他们从事的是格里诺克最红火的烟草贸易。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如果进一步扩大眼界看，就会发现瓦特的父辈们在格里诺克与美国的弗吉尼亚之间进行的贸易，仅仅是英国全球贸易中一个小小的部分。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1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这是当时让所有国家都会眼红的生意。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equences of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ushered in b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was the confidence in a government which ordinary citizens felt that they could trust. And because they felt well disposed towards government, they were prepared to be taxed in its support. They were much more willing to bear the taxation necessary to fight the battles in which they were engaged, particularly with the French and the Spaniards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1763年，通过英法7年战争，英国才将挡在自己面前的法国和紧跟法国的西班牙暂时搬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因为英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性的大国了。
In terms of status, it made a major impact upon Britain.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 war overseas, a war at sea, had clearly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European diplomacy. It could no longer be ignored by Spain or France that if they went to war with Britain, they would lose their imperial possessions. 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厂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为了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你必须想办法发明，在工业中你们大有可为。市场上如黑洞般的迫切需求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最密切相关。为了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工匠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新的发明一个接着一个，英国开始一步步接近工业革命的起跑线。Traditionally, the unit of production had been very small, that textile weaving had been done in household units, just a family working, the wife and children, insofar as they were capable of doing so, possibly even the husband. Bu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inventions, such as the spinning jenny and flying shuttle, it meant that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could be vastly increased, and more people could work together in a single unit, and so you have a factory system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e factory system as it's existed ever since. 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工厂的效率，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工厂的诞生。但是这些工厂却有着共同的局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地方作为厂址。这是因为到18世纪初，能够使机器运转的动力源还是人类已经使用了将近2000年的风车和水排。这种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动力源严重制约了生产，因此哪个国家能最先造出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动力机器，那它就将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那台能够启动新时代的机器将会在怎样的机缘汇聚下诞生呢？率先跨入工业时代大门的英国人究竟为此做了哪些准备？事实上，当整个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都伸直了脖子，盼望那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的时候，最终制造出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詹姆斯·瓦特先生却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37岁的瓦特抱怨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血染双鬓，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 1773年的秋天，瓦特又遭遇了一次家庭的变故，和他共同生活了9年的妻子去世了，而且给他留下了6个儿女。与他共同合作的工厂又破产了。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落到了最低谷。有一位朋友推荐他到俄国去工作，他说：“我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而我又这么贫困，我感觉到非常苦闷。”但是英国这片让瓦特先生沮丧的故土，此时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却不会让一个将会带来无限商机的发明家走出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其中专利保护就是重要的一种措施。The earliest patents date from the 16th century, but patenting isn't a common practice through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It becomes a common practice and very much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industrial activity
from the mid-18th century onwards. And the purpose was very simple. It was to protect the invention of an inventor, a novelty of an inventor, and it gave that inventor a number of years, roughly 15 years or so,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protected. It couldn't be copied by anyone else. 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庶，但是瓦特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4。而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做的贡献。在这种全民性的崇拜中，一个新兴阶层表现得最为虔诚，因为技术和发明与他们有着最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个阶层当时被叫做工厂主，今天被称为企业家。1773年，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挽留住了想要前往俄国的瓦特，他的名字叫马修·博尔顿。博尔顿的缩合工厂在伯明翰，伯明翰呢是当时英国的小五金生产的中心。博尔顿的工厂有1000多个员工，它主要是生产小五金器械，甚至包括望远镜之类的产品。但是博尔顿呢，他非常有眼光，他看到英国工业正在兴起，许多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动力，于是呢，他就决定转产蒸汽机和加工机器。后来，当博尔顿和瓦特联手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时，英国的国王前来参观他们的工厂。当国王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国王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道：“是力量，陛下。”正是具备了这种远见，博尔顿极力挽留住了穷困苦闷的瓦特。他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Matthew Boulton and James Watt were ver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it is one of the great stories of industrial history that they should happen to come together. James Watt was careful, he was slow, he was very anxious, he was often depressed, and he would put his work aside or feel like giving up completely. Matthew Boulton was enormously ebullient and jolly and got on with people very, very well and was always optimistic, where Watt would say, "It isn't going to work." Boulton would say, "Of course it is, just do it a bit more." 博尔顿与瓦特的天作之合，让瓦特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但是，如果瓦特只有一双技艺出众的手，那么万能蒸汽机还是不会诞生，因为在瓦特之前，工匠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这种蒸汽机笨重粗大，并且耗煤，只有煤矿才勉强用得上。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几千年当中，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
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和错路。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1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这里是牛顿的故乡。传说牛顿就是看到这棵树上的苹果落地而受到了启发。虽然直到今天，这棵树上最大的苹果也不会超过成人的一只拳头，但是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剑桥大学的这位旷世奇才在17世纪带来一场科学的革命。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3大运动定律。这4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运用这些定律，牛顿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他的天平上。The essence of the Newtonian system is that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ork according to uniform principles which can be quantified and about which calculations can be made. This means that you can take any part of the solar system and do calc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se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which you can exactly define where that planet or whatever will be and how it will move. 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这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一段话，他为我们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300年前，人类的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这些今天看来简单之极的问题，在当时却是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直到艾萨克·牛顿出现，人类才终于结束了这种状态。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But if you really do force me to choose one person, I suppose it has to be Isaac Newton. And Newton, who gave us the idea, or at least confirmed the idea 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 that we live in a law-abiding, law-like universe. And that paved the way for research
through the 18th, 19th centuries on into our own time for research in many fields. 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100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牛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不久之后，牛顿就被选为英国最高的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法国的一位学者在读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对牛顿几乎产生了像对神一样的崇拜。他向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打探牛顿的生活细节：他吃饭吗？喝水吗？睡觉吗？和凡人一样过日子吗？作为一名科学家，牛顿头上的光环可以说放射出了世界上最为绚丽的光芒。然而，对于他身上的那些与英雄人物并不协调的弱点，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之外，其他人便知之不多了。I think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and there are many tales about him being difficult. He had an argument with Hooke, who was another great scientist of the day, and an argument about who thought up which idea first. And one story is that he is supposed to have disliked Hooke so much that he had all the portraits of Hooke destroyed. And so we have 4 or 5 portraits of Newton, but no portraits of Hooke.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2位公爵、3位伯爵和1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感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1765年，牛顿去世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少用大量的煤，而且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后来，人们把解决了工业化核心问题的瓦特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也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Britain was already ahead, but the coming of the steam engin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ushed it further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Here's this small island. 变革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一种能大大提高效率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原先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工作，被分解为专门的工序，每个工人只需完成特定的一道工序，并不断重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各个行业相继实行了工厂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整个英国仿佛形成了一个被源源不断的力量推动着高速运转的链条。当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持续带动着这个链条，并最终将英国推向称霸世界的顶峰呢？就在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伦敦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文稿出版的时间是1776年，名字叫做《国富论》，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一个相貌普通、生活刻板，但是对人性却有极其深刻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这个人类活动、经济活动的主要的动机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就谋求私利，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He's best known of all for the notion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e idea that spontaneous trades between individuals in the market economy, will tend to create an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be conducive to the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income which a market economy can create. 国富论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简单的说，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市场供求规律。根据这个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外贸易战略。Smith argues that, look, we can stay protectionist and conquering and solely monopolistic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can make much more money if we go for free trade. And what's more, we can make other people wealthy so they will buy more and more of our goods. 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比技术革新影响更深刻的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
当他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斯密的理论呢，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发表的，它起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强国、世界霸权国家，也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伦敦刚刚下过一场阵雨，雾都的空气霎时变得新鲜而清爽。这天晚上，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密，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1815年，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这一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这次战争最好的注脚。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但是这位法国英雄却没有想到，无论自己用多么强大的力量，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也难以阻挡小店主国家的产品涌入他要去的地方。拿破仑更不愿承认，即便是自己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都是来自英帝国的棉纺织品。Britain was actually supplying the wars with uniforms, with gun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hilst Europe was consuming those. So at the end of the war, Britain had become a major manufacturer, a manufacturer without equal in the world at that point. 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他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It should probably be noted, though, that this liberalisation occurred really after Britain had already started to establish a pretty clear ascendancy in terms of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We moved to free trade when Britain was able to be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居高临下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迸射着铁水的光亮。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2/3，棉布占全球的1半以上。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而火车和汽船则开始代替马车和帆船。1814年，世界上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英国诞生。1830年，蒸汽机车开始在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奔跑。到1851年，英国已经拥有22个铁路网络，铁路总长度约13000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6条京广铁路。普鲁士的国王曾羡慕地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呢，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工业革命呢，还使英国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使英国呢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也就迫使整个世界追随着英国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这里曾经有一座563米长的巨型建筑，但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的一场大火把它彻底毁灭了。今天残存的雕塑只能静静地矗立在风中，面对每日缓缓升起的朝阳，追忆往昔，感叹世事的沧桑。这处废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水晶宫。它始建于1850年，完全用钢铁骨架和平板玻璃组装而成。在19世纪中叶，水晶宫是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人物汇聚在它的穹顶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相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进步和繁荣。155年前那次盛会的准确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中国人把它翻译为炫奇会。这次伦敦博览会开幕以后，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展出的展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除了艺术品和来自国外的各种动植物以外，主要展出的是英国的工业产品，包括轮船的模型机车的模型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床这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标志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成功。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这位18岁登基时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王，一直到82岁才去世。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的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维多利亚女王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
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9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外，在国事上被认为几乎什么都不做。而恰恰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做的女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力量，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1851年5月1日，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然而，就在英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拴在他身上的巨大包袱。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高涨，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As we move on beyond 1850, I think we start to find that the territories which are added to empire are not on the whole hugely valuable, but they do take up resources to be administered, to be defended, and as a result, people who've done calculations tend to suggest that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hat we might call the rate of return, the rate of profit on the British Empire, is rather small. By the 1940s, she had a choice. She could either continue to spend heavily overseas on imperial and great power status, or she could spend her resources on improvement for her people at home. She chose the latter. Inevitably,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empire had to be dismantled. 也正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德国和美国迎头赶了上来，开始引领第2次工业革命的潮流。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自由经济模式与生俱来的缺陷，在20世纪给英国也给世界带来惨痛而深刻的教训。当英国人从陶醉中惊醒，猛然看见帝国上空的夕阳时，新的太阳已经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上升起，那将是世界大国命运的又一次兴衰消长。和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兰西，经济实力一直并非欧洲最强，但从路易14以来的300多年时间里，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却总能听到他在大国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法国人依靠什么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大国形象？请看下集《激情岁月》。